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一架美军的行政专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短暂停留之后呢，迅速离去。那么，这是继6月6日，美国3名参议员乘坐美国空军 C-17军用运输机窜访台湾以后呢，美国军机又一次飞抵台湾的挑衅活动。那么，分析其目的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呢，以持续的军用运输机飞抵台湾活动，来逼迫中国大陆默认，以便今后使美军的这样的行动成为惯例。二是呢，以军用运输机打开缺口，图谋今后有更多类型的军机进入台湾。那么现在呢，它是用公务机改的军用运输机来降落台湾。那么今后会不会有用客机改成的军用飞机降落台湾呢？第三呢，是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亚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打了台湾当局一巴掌之后，白宫呢希望通过此举来安抚台独势力。第四呢，美国政府企图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以中国进行相应的谈判，为中美峰会呢制造先机。但是中国拒绝了和美国的直接沟通。美国呢企图通过这次峰会来炒作涉台的事务，逼中国走上谈判桌，但这个目的呢目前没有达到。那么今后会怎么发展？这个呢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么不管怎么讲，这次美国的军用飞机短降落台湾，可以说事态非常严重。那么这种踩红线的方式，如果不制止让它继续踩红线，那么后果会非常严重。不管他的目的何在，是支持台湾独立，还是想搞其他的这个阴谋，我们都必须要有相应的对策。那么怎么来应对美军的这种挑衅性行为？那么台湾地区的领海、领陆、领空，也就是中国的领陆、领海、领空，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军用飞机进入中国的领空，那么我们势必要管。那么怎么管？光是口头抗议恐怕还不够，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为如果你进入到中国的领空，那么按照一般的惯例，我们是要采取这个应对措施的。那么这些应对措施呢，有多个方面。你靠近我们领空，我们要驱离，因为你没有报备。何况你报备的能够在台湾地区降落的，也只能是民用飞机，而不能是军用飞机。如果军用飞机你没有报备，我们就必然会采取断然措施，跟踪、监视、驱离。如果进入中国的领空，那么有权我们采取相应的火力警告，甚至呢必要的情况下将其击落，因为你侵犯了我们的主权。这样的主权，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你侵犯的。你胆敢侵犯，后果就会非常严重。那么如果在台海地区发生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呢？应该和中国大陆的领空领海被侵犯，我们采取的措施应该是一致的。为此呢，需要加强空军、海军在台海周边地区的巡逻。那么我们最近呢，在台海的周边地区呢，可以说这飞行训练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派出的军机数量、种类也越来越多。那么在我们巡逻过程中，一旦发现这样的特殊情况，必然会对它采取断然措施，和它靠近我们大陆附近的这些军机的情况一样，先是跟踪监视，如果再靠近，就必然要采取驱离措施了。如果判定它是有敌意的，是危险侵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采用火力警告的方式，应该是可行的措施方案之一。当然，火力警告呢不一定直接向它开火，但是向它飞行的前方、侧方发射炮弹、火箭弹，对它进行警告，这样的措施是应该可行的。因为一旦出现火力警告的那种情况，它还不改变航向迅速掉头返回，那么后果就要由这些侵入中国领空的飞机呢自行负责了。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想美国人自己的心里是很明白的。在美国不断踩红线的状态下，
我们必须加强对台湾地区中国领海领空的防卫和保卫，这才能维护中国的主权，维护台海的和平与安宁。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